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是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正好，我们的缘从此了结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天行光带人来抓阿音了。我？护灵剑爆炸，将山皇真意直骨毁了。什么？护灵剑不是一直有你看着的吗？然后进密库之前，最后一个接触的人也是你，他们就觉得是你的责任，要抓你回去问罪呢。不对，最后的时候检查过了，剑没有任何问题。没关系，我跟他们说清楚。阿叶，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。阿进，阿燕，虽然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相信你，但现在妖界震怒，正逼着仙界给说法。若说我们查不清原委，他们又不依不饶的话，你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推出去的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如果现在不去说清，天兵已经进来了。你先跟我走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再讨论了，赶紧从后门走。啊，走，赶紧。天行观，这天宫气魄雄浑，无边无际，本座实在是找不着路了。劳烦你顺便送我一程，指一下路吧。这，在下有公务在身，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。带路吧。请。阿叶，你送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有任何异样都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证明清白。你不怀疑我？你说什么傻话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什么心思我能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在我去找你之前，有人伤你了？我就是觉得。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摊上这种事情，给你添麻烦？这算什么麻烦？你是我罩着的，谁跟你过不去，就是跟我，跟整个大泽山过不去。不信你问青衣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总之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你一定要跟我形影不离。有了天梭衣，才会没有人发现你，好吗？昨夜我在密库中看到一个环刃飞出，原本怀疑是我眼花了，但发生今日之事，那环刃一定有问题。所以到底是谁在捣鬼？如今仙妖两界因为此事闹得剑拔弩张，我看分明就是有人想要利用这件事情挑起仙妖两界的争端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得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天宫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。单凭我们的推测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再加上阿九身份特殊，万一我们现在去指证昨晚有异动，他被发现了真实身份，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倒觉得，不如暗中追查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管这背后是谁，有何目的？敢让阿姨蒙冤，我绝不放过他们。那环刃虽然跟着进了密库，还没有靠近护灵剑，就被阿九给发现了。他又怎么会神不知鬼？难道是有内鬼？我也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才会那么急着把你带离司兵殿。若是被抓住了，难逃皮肉之痛。对了，这是在爆炸现场发现的护灵剑碎片。阿音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？隐血砂。我做的剑里面没有这个材料，这支剑是被换过的。这味道，我闻到过。在哪？在我最近一次找到凤影仙缘的地方。走啊！是要去，但现在我们不能把希望只压在一条线索上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
剑上的隐血砂是关键线索。现在所有的碎片都交由司封殿由玉峰仙尊查管。阿九，你负责盯紧司封殿，来看看里面有无来往的可疑人员。除此之外，要造假剑，必须得到剑的图纸。燕爽，你负责调查最近司兵殿的值班名录，挨个追查所有能接触到图纸跟造剑过程的仙士。我和阿英从发现隐血砂的地方入手，寻找线索。奇怪，这里隐血砂的气味特别浓，为何偏偏又没有隐血砂的痕迹？阿谦，我找到他了！别跑！阿英。古剑，阿音，玉峰仙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个黑衣人是谁？回禀仙尊，我跟阿英寻线索至此，刚才那个黑衣人才是炸毁山皇真乙之骨的罪魁祸首。回仙尊，这些剑的碎片上果然都有隐血砂的痕迹。仙尊，正是因为这假剑上有隐血砂，才会在灵瑶大会上发生爆炸。但阿英所造之剑中并无此物，此事经手铸剑以及查验过剑的人都可以为阿英证明。看来阿音确实是被冤枉的，此事另有幕后黑手。还望仙尊可以将实情尽快禀报给蓝风帝君，还阿英一个清白。这个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向帝君如实汇报，撤销对他的追捕令，还阿音一个清白。如若不是你坚持对阿音的信任，我们天宫就差点冤枉了一个好人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黑衣人近距离引爆了这个隐血砂，所以他身上也一定有灼伤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在天宫排查身上有灼伤之人，我不管他的官阶等级。均不可遗漏。这次多亏你了，所以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礼物。干嘛跟师兄那么客套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个礼物很重要，是你丢了很久的东西，我很希望你能找回来。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。等找到之后再跟你说吧。好。凤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我巡逻至此，便看到此人在这里修魔。我上前欲去交手，不料他扔出很多会爆炸的粉末，我也不幸中了招。不过幸好最后没有让他逃走。是隐血砂。颜色。他就是你们遇到那个黑衣人吧？还是来晚了一步。
这罗刹地北边的凌云山，怎么也划给妖界了？下官听华叔殿下说，以南500里无主之地不多，便只能从北划了些给妖界。如今文书已经盖上了仙妖2界的签章，分发下去了。帝君，可有不妥？罢了。帝君，阿英女君到了。阿英女君不必多礼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查出真相，才化解了仙妖之间的误会。本君万没想到，这天宫竟然有人修魔，魔族胆敢公然挑事，激化仙妖矛盾。蓝风帝君，阿英还有一事要禀报。之前在密库当中，阿九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环刃，被寂灭轮看出真身之后仓皇而逃。等阿九在追上的时候，已经不见踪迹了。竟有此事？此事发生在短短1瞬，先前我们没有证据，不敢妄下定论。不过，如今发生了铸甲剑一事，我们在想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关联。天宫戒备森严，若是没有组织和预谋，怎么能够做到铸甲剑调换护灵剑之事？而且这环刃又如何凭空出现在密库当中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天宫还有魔族的内应？阿英提醒的是，本君会即刻下令，在天宫仔细排查。阿英，这次我请你过来，主要是想跟你当面道个歉。之前受魔族的蒙蔽，害得你蒙冤，我这个帝君难辞其咎啊。不妨事的，只要能找到真凶，帝君不必自责。这次你查获了魔族真凶，平息了仙妖之间的矛盾，天宫给你记上一大功。本君将你升为4品司兵使，还想要什么奖赏，尽管说。我不想要别的奖赏，还请帝君批准我申请宁云山做洞府。宁云山？什么？宁云山被划分给妖界了？我一得知这个消息，就赶紧来找你了。阿英被蓝风帝君给召走了，恐怕还不知情。我去告诉阿英。大泽山梨花树，事关阿英10万火急，古尽速来。3生石，还事关阿英。你快去看看吧，阿英这边有我，放心。好，我去就回。对不住了，阿宇，我还是没能争取到宁云山，不知要何时才能把你唤醒了。来天宫，从最低级的仙师做起，为的就是想要成为5品仙官，能够拥有自己的府邸。我还以为这已经是天宫最公平的规矩了，可是为什么要拿走我的宁云山呢？难道就是因为我地位低微，所以我连我的家园都保护不了？别难过了，阿英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。阿九不就是妖族的吗？我们可以找他帮忙，说不定他可以去说服妖皇，让我们用其他宝物交换宁云山呢。现在泄气为时尚早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保证让你开心的不行。古镜的情丝找到了，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古镜已经去找3生石了，你也快去吧。快点，快点啊！3生石，古镜，发生了何事？那，这是阿英给你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这是你的情丝，是你对阿英的情念。也不知道是谁用望天笛把它抽出来了，埋在这儿，怕鲁豫都好找。
对阿英的情面。其实主仆气在的时候，阿英就已经爱上你了，为此她没少受主仆气的反噬。这样，你把它打开，我让你看看你们的情面有多少。上锁喽。好了。古静，阿英，锁死了。你那么喜欢他，我就想把他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气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情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阿英，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结契。我愿意。等等，不是主仆气，是姻缘气，开始吧。什么姻缘气？姻缘气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？你最近话本子看多了。话说，到底是谁抽走了你的青丝啊？要做这事儿可得费不少法力，该不会是你那2个师兄吧？陛下要回幽冥界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萧神君三思啊！你可知，你在问天石下以身应劫，换了小火凤仙缘重归的机会。那个时候劫就已经出现了，就是阿音啊。东华飞升前算到，将你们2人结成主仆气，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劫。如今，主仆气意外解开，你与水凝兽阿音生情，只会让你的劫生出更多的惊涛，让自己置于更加凶险的境地啊！小神君何事这么急着找我？小神君息怒，我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你入劫，才会自作主张，做出逾矩之事。姑姑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的性子姑姑应当知道。我尊重你。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偷偷剥走我的情丝，对我为所欲为。就算阿英是我的杀生劫，又如何？我们的感情当由我们自己负责，怎么也轮不到旁人的插手跟算计吧。红绸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。就算知道你会生我的气，我也必须做出这个选择。这叫为我的福祉为重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姑姑打算继续执迷不悟，阻止我跟阿姨的感情吗？我是怕有朝一日你会后悔。你可以不在乎自己，但是你不会不在乎大泽山。这跟大泽山有什么关系？大泽山受你父神母神的恩泽，方有今日的盛况，受之必还之。东华曾推演过，他为你与阿英结下的主仆气会有意外，便留下了另一个保你之法。我虽为古今与阿英结下主仆气，但世间万事岂能都在算计之中？若这主仆气有朝一日意外失灵，便只剩下一个法子，就是将古今的劫运连接在这大泽山之上，希望这大泽山延绵7万年的灵运能保住它。只是这个法子对你们实在不公。什么？你们在凡间因蛟龙将主仆气斩断，你的劫数已入命中。你的2位师兄终做出这个决定，如他日，你的劫难来临，大泽山将为你挡劫。你们在一起伤的不仅仅是你，还有大泽山。如此，小神君还要坚持吗？
那师兄为何从未对我说起？小神君若不信，不妨自己去看看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。但我是懂小神君的，我认为小神君应当知道真相，否则等那日来临之时，你又怎能承受得住呢？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音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要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重要？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。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我已给阿英打上我的魂印，就算她遇到危险，我会护她周全。忘忧仙果还在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明日还要跟你去接气呢。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。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的情丝。你可有想起来？想起来了。阿燕，以前是我贪玩，现在想来，着实有些不该。我想你也知道了，我是真神，应当继承祖神，一直守护三界，不该在一个人身上投入那么多的私情。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。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，挺困扰的。我不想像贤竹师兄那样，一辈子只等着一个人。小情小爱什么的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明白吗？可是你跟我说过，我也是你重要的人。是啊，是重要的人。那是以前，并不是现在。对于我而言，三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包括你。你可是有什么苦衷？还是说，还是因为红潮姑姑
是因为他跟你说，你我没关系。红绸姑姑不过是青池宫的掌教，我才是青池宫的主人，他凭什么命令我？阿英啊，我们师兄妹一场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们身份差距太悬殊了，没有可能的。也放下吧。所以我的这份情，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，还是说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？纵然是我先喜欢你的，可是也是你与我说会与我去结姻缘契。纵使我身份卑微，我也不觉得在感情里有谁高谁低一说。我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是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正好，我们的缘从此了结。原来数万年来，宁云山竟一直藏身在这里。以前听说过关于宁云山隐匿结界的传闻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叹为观止。 没有这结界时，宁云山的地貌也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整。水宁受绝迹后，这山上能指点前的，也就只剩下这一块石头了。等等，
你要挑战我族高手？是。按照妖族规矩，只要挑战赢了，便可以得到所要之物。这是扶摇舟，是3界之中唯一可以滋养所有幼族的半神器。9州8荒仅此一件，我愿以此为彩头，挑战妖族高手。无论输赢，这扶摇舟都归妖族。但若我赢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请殿下与狐王能将宁云山相让。阿若，这左右不亏的买卖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尤将军，你去试试。阿若，尤图可是上郡之子，让他对战下郡之子的古晋仙君，岂不是胜之不武？他可是大泽山东华的爱徒，你怎可确定他就没有提前准备什么绝招？既然他要比试，那就拿实力说话。所以我的这份情，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，还是说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？是我看错你了，我守护不了自己的栖息地，也配不上真神的爱情。你小子居然有这般威力，倒是小看了你。行了，阿若，他以下郡之姿战胜了我族上郡高手。按照我妖界规矩，他已经赢了。此时与大泽山交恶，引起山门戒严，反倒会影响我的计划。反正结界石已经到手，这宁云山与我也无用。好了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宁云山，那我就看在弘毅的份上，给你这个面子。经过协商，妖族已经同意归还宁云山，我也批准你的申请，将宁云山赐予你做洞府。只是这洞府的结界石还是被狐王给留下了，不知道阿音是否介意？我不介意，我能拿回洞府已经是很满足了。多谢帝君。
你为何不亲自交给阿音？还请帝君代为保密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 终于回到宁云山了，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。阿玉马上就可以破壳出世了，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爱上不该爱的人，去做一个不该做的梦。阿音。 你平时不是一向最瞧不上这种身份门第之见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我以为他和我一样，都不在乎，没想到他是在乎的。明明就是古静混蛋！阿姨，别喝了，何苦拿这些折磨自己？是他没眼光。是阿音。 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先别喝了，缓一缓，身子要紧。既然就当是和过去告个别吧。那些不起眼的过去，已经是我全部的真心了。不过时间会冲淡一切。当然，一切都会被冲淡的。阿姨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自从遮天伞被华叔炼去以后，大泽山的仙脉一直靠结界低微的灵力所护。前些日子，贤主有伤在身，仙力受损，所以点燃九星灯一事一直未能开启。而今，师弟身子好转，我们应当立刻燃灯护脉才是。我已向天宫告教，两位师兄燃灯之际，我会负责拱卫山门的。师父师叔，凤影的镇魂塔出事了。先去梧桐岛。今日辰时起，镇魂塔开始动荡不止。我在这里修复了半日都未见奇效，所以才命人去大泽山向各位求助的。原来大泽山的仙脉在这儿。果然是大泽山掌教，好厉害的屏障！还好有魔尊给我一道秘符。凤鸣长老，这镇魂塔为何会突发震荡？凤影的仙缘太久未归，镇魂塔的灵力越来越弱，是日积月累，才酿成此祸。那这镇魂塔可还有挽救的余地？需要凤影的8分仙缘，才能将其稳定下来，不然只怕不足半日，凤影的肉身将腐，永远的消失在3界之内了。
明秀，除了此法之外，可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暂时稳住凤影的肉身？还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从未有人用过。需要旁的仙君2分仙元注入到凤影的体内。长老，那我去。不可，师兄要主持山门大局，还是我来吧。2位长老终究都是外人，凤凰是我们凤族的领袖，理应还是由我来献祭。你们何须争执？凤鸣有伤在身，若定要献祭仙元，古今责无旁贷。不可，阿锦，这仙元一旦献祭进去，便再无法找回。此生将受因仙元离散而仙元震荡之苦，还是让我和你二师兄。我知道2位师兄疼我，但凤影仙元散尽之事本就因我而起，让我来献祭仙元，也算是一种偿还。菜起来。小师姑，小师姑，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文塔出事了，小师叔要献祭仙元，留住凤影的肉身。凤鸣长老说，要想留住凤影的肉身，需要他的8分仙元，可是如今还差2分。小师姑，我记得你上次说过，幽冥界也无同数，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去找到幽冥王，拿到他手里的仙元？否则，小师叔一旦献祭出去，将会仙元残缺，终身受震荡之痛。青衣，你先别着急。阿九、野爽，你们随青衣回去，一定要阻止阿锦。好。回去，幽冥界。哎，等等，你上次救了3生石都没拿走仙元，这次我能有办法。我陪你。不用了，这一次只有我能救他。我们必须快点，否则就来不及阻止小师叔了。我答应用我1半的灵力换凤影仙元。小丫头，你已经知道了水灵兽的内丹灵力就代表了寿元，你还愿意交换？我愿意。敖哥陛下不也是为了修颜，倾尽所有，殚精竭虑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幽冥王威震3界，若不是您的允许，谁又敢在修颜楼贩卖入宫殿的令牌？那日我见了修颜，他的灵力十分微弱，而我们水凝社又有修复的能力。敖哥陛下在修颜楼收集奇珍，又煞费苦心想要得到我的灵力，想必就是为了修颜，对吗？小姑娘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你这么做，那位师兄不会心疼吗？我的命本就是他唤醒的，我也愿意帮他了却这种夙愿。此刻，弑神花种应该种下了吧？
阿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兄，这点痛我受得了。师兄，继续。住手！阿进，阿进。燕爽殿下，你们这是何意？古晋，阿英得知你要现仙缘，叫我们务必前来阻止你。要不是阿英死命拜托，我可不会来救你。此术法若是贸然中断，不速速恢复的话，怕是前功尽弃啊！我就是来打断的。阿英交代过了。阿英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他说自己有法子，却独自去了幽冥界。阿英说的法子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哦，阿进。阿英，怎么样？还烦请赶紧将凤仪仙缘给我，我要拿去梧桐岛。若是阿进的仙缘进了镇魂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幽冥界的梧桐不同于别处，要慢慢取出。等我取出后，再用幽冥界的移形之术送你去梧桐岛，必定能赶上。多谢。阿英，作为答谢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我成下郡了，但仙力修炼还要顺应天命，所以我只能先帮你到这里。等若日后阿英还有什么需要，修颜必定全力相助。多谢敖哥陛下。你叫我什么？我知道你就是敖哥陛下。我们水宁圣灵力9人，便会留下气息。此前在修阳楼的时候，曾为修阳楼主输送过灵力。小丫头，你已经知道了水灵兽的内丹灵力就代表了寿元，你还愿意交换？当时镇梅血魂扳指上就有我留下的气息。此扳指绝不会有2枚，所以我便知道你就是敖哥陛下。小丫头确实伶俐，这万年来发现此事的仙君，你是第一个。不错，我确实是敖哥，但同时我也是修颜。11万年前，我与敖哥诞生于上古神界，本是一对双生兄弟。敖哥天命私生，我私灭。我修颜，我敖哥许此生为3界立心，为百姓立命，护万世太平。神界择定我为幽冥王，成为皇权的引路者，而敖哥为天宫之主，统帅天界。后来，7万年前那场魂魔大战爆发，魔神明启与众魔冲破九渊煞掠的封印，而帝眷与颐和真神恰好入世历劫，都不在上古神界。只有我和敖哥率数万神将下界平乱。愚蠢！区区2个新人，妄图阻我，受死吧！
敖哥！修言，好好护着，走！冰解之法，诸神沉睡未醒，三界留我2人守护，我绝不会让你屠戮三界。终于，我以冰解之法重新封印住了救援。修言，修言！但代价是我的内丹四散于天地。敖哥找到了我的内丹碎片之后，不惜为我闯进生死殿，偷走生死簿，找到了在人间历劫的颐和真神，求他以混沌之力为我凝聚内丹碎片。颐和真神，求你救救修言！你兄弟双生，诞于乾坤台，司职乃天降而成。你司生，他司死。你是天地地心，生来你就长天地喜，而修言则只长三界历劫度厄。我若以混沌之力助修言重生，那他在蕴养神力重新复活的这数万年，乃至数10万年里，乾坤台将不会诞生新的历劫引路者。无人掌管历劫度厄，三界乃至神界都将大乱。真神，那我可以替他做历劫引路者吗？我和修言是双生兄弟，如果蕴养他的内丹，不出1000年，修言的神智便可清醒。到时候他可以借我的肉身掌管幽冥。因我们乃双生，神力本源一致，敖哥便以他的身体为器皿，让颐和真神将我的内丹碎片聚在他体内。从此，我们一体双生。但因我是黄泉引路者，这段漫长的修复内丹期间，无人可在黄泉引路。参见陛下。于是敖哥自愿放弃天帝的身份，来到幽冥界，代替我成为幽冥王。因为修复内丹需要大量的灵力，敖哥便修筑了修炎楼，以入宫令牌来换三界中灵力深厚的奇珍，以此来为我蕴养内丹碎片。要不是这棵梧桐树，只怕我俩早已支撑不住。如今阿印也有想要守护的人了。禀报陛下，古星大闹前殿。敖哥，敖哥呢？让他出来！都聋了吗？敖哥，给我出来！阿叶，阿叶，你没事吗？凤影的仙元我拿到了，速速拿去镇魂塔。敖哥陛下没有为难我，还帮我晋升了。阿叶，阿叶，让他走吧。阿叶，阿叶。
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用自己的内丹灵力去换仙元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啊？就当做是我还你从禁锢里将我带出来养育的恩情。你欠乌通岛凤影的，我替你还了。可你不是碧波，你没办法像他一样活千年万年。你知道失去一半寿元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我算过了，还有50年，足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事已至此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寻遍三界，也一定会找到为你延续寿元之法。申君那日亲手掐断情丝，我便就清楚您的心意，也不打算再纠缠了。拿回凤影仙元，并不是想要先恩图报，也不是想借此挽回你。你还是赶紧去。阿叶，阿锦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阿英她为了2分凤影的仙元，跟幽冥王以自己1半内丹灵力做交换，白白折损了1半的寿命。什么？师兄，阿英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古迹，阿九，阿九，早是幽冥王那边要这种条件，为何不早告诉我们？你是不是故意演这种苦肉计，就是为了让阿英去交换灵力的？阿九，说话！阿九。师兄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在50年内为阿英延续性命？阿英恐怕没有50年了。师兄，这是何意？阿锦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水凝兽早已绝迹6万年，为何阿英会出现在我们后山禁谷？还有，这颗水凝兽蛋，为何6万年里从未出壳现世？7万年前那场伏魔大战，诸多仙兽不幸被灭族，而水凝兽便是其中一只。当年，阿英的父母将尚未出壳的阿英和她妹妹托付给了师尊，便离去伏魔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师尊为何不让他们降世呢？这是阿英父母的意愿。当年，阿英母亲怀着他们时，被魔所伤。后来，虽然勉强生下阿英和她妹妹，但其实她二者的仙元已被魔所伤，很难破壳而出。阿英后来虽幸而出世，可她的寿元最多也只是10年。10年，10年。10年。10年，是该让他降生，看过这世间后死去，还是该让他永远沉睡？阿英的父母无法决策，便留给天意来定。他们求师尊将阿英封于后谷，若他命中注定能够破壳而出，那便是这孩子该当有此短暂的一生，此生际遇，皆听天命。10年，阿英献了5年的寿元，已在世上有4年多。也就是说，阿英生下的
竟然连1年都没了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他吗？仙兽想要冲破兽元桎梏，只有化仙为神。化神肯定来不及。水凝兽仙体孱弱，这恐怕就是水凝兽的天理命数。但我不信命。既然阿英可以逆天而出，我也定有方法可以救他。是啊，师尊，那么多的典籍，一定能找到法子的。书上没有，我和贤主早就翻过了。书上没有，并不代表没有出路。碧波，就像碧波，碧波不就是个特例吗？水凝兽一族虽灭，但在这3界之内，还有碧波与他有血缘连结。我去紫月山找他，这个方法我定要找出来。给阿英延续寿元？没错，你是水凝神兽，你可有办法？这是逆天而行的事啊，太难做到了。你要是有办法，告诉我。这个有办法就说啊，碧波！人命关天，你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办法？我们水凝兽一族，除了罕有的神兽，一般的族人性命都不会太长久，也就活个几百年而已。当年有一个前辈，不信天命，一生钻研，炼制能够延续我们水凝兽一族寿元的化神丹。化神丹，想要炼成化神丹的话，就需要炼化之人以100年灵力为代价，祭起丹火，还需要3味药引。1为药族至宝至魂草，2为天宫玄池神露，3为1颗修炼万年以上的飞兽内丹。万年飞兽内丹，无论仙妖飞兽，内丹即为性命。要取这最后1味药引，无疑要伤一条性命。没错，一命换一命。要想续命成功的话，就需要用另一个人的命来换，这太伤天和了。我们水凝兽一直以来都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所以最后我们举族同意放弃炼制化神丹。我是不是只要收集到至魂草、玄池神露、1颗万年飞兽内丹，再加上我100年灵力，就能炼化出化神丹？对，我知道了。阿金！古迹，蓝风帝君，我想用玄池神露炼丹，但神木万年才开花1次，还有100年才到花期。我知风渊陛下在离开之前，将他那瓶神露赠予了帝君。古镜想请帝君相见。之前惊雷仙尊被赤焰刀所伤，用过半瓶，现在仅余半瓶。这玄池神露乃是治伤救命的灵药，也是天宫的至宝。你刚才却说要用它去炼丹。我的师妹阿英为了助我收集凤影仙元，失去了寿元，如今正昏迷不醒。古镜也是万不得已才会。你是为了阿英女君？这瓶神露你拿去吧，但愿可以救阿英的性命。帝君大恩，古镜铭记于心。日后若是有……古镜仙君不必如此，人命关天，这瓶神露乃是天地所留，我不过是略尽薄力。仙君快些拿它回去炼制丹药吧，待阿英的病好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本君1月后的
重阳大婚。大婚？陛下与华淑公主，恭喜帝君。灵雨雀冠是我百鸟岛历代孔雀王的王冠，当初我愿意用它换遮天伞，是因为情况危急。如今，你要用它为你师妹炼制丹药，恐怕我父王和族人……只要殿下愿意借出，无论什么条件，古今都会答应。真的，无论我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会做。这是一方代表承诺的寓意。日后殿下若是需要古镜帮忙，拿出这份寓意，古镜定当义不容辞。好。去把灵雨雀冠拿来吧。多谢华淑殿下。没想到阿英在你心中竟是这么重要。阿英的命对我来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多谢。燕爽和阿九为小师姑吃了不少仙丹，师傅也为小师姑输了不少灵力进去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她就是醒不过来。 急死我了！要不是燕爽公主拦着，阿九早就带着小师姑回妖界去了。这会儿只怕都拦不住了。师兄呢？他们怎么没拦着？偏就是现在点九星灯一事不能再拖了。如果错过了这几天的星象，再要点九星灯，就得一个甲子之后了。师傅和师叔只能先去掩天殿施法点灯了。燕爽，你别逼我！我不会离开这里一步的。哎，别打了，小师叔回来了。阿九，古镜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办法了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 你说你去找碧波，为什么有人看见你去了百鸟岛？你若是救不了阿英，我立马可以带她回妖族就职。我去百鸟岛，是为了凑齐给阿英炼丹的材料。碧波说了，现在要救阿英唯一的办法就是炼化神丹，但其中一味药引要用到万年灵兽内丹，所以我才去的百鸟岛。那你找到了吗？除了兽丹，还需要什么别的材料吗？找到了，但现在我还缺最后一味药引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还缺什么？你快说啊！我现在唯一缺的，就是妖界至宝——至魂草。至魂草。等着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！
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献祭了自己一半的寿元，身体怎么可能吃得消呢？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大泽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可能死呢？因为我听青衣说过，若是仙族的人头发突然变白，这便就是天人午睡。他胡说的，别看了，你只是有些受伤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那我就回宁云山去休养了。不行，虽然是小伤，但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这里先把伤养好了。等你好了以后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但现在你必须在这里休息。阿进，我用寿元换凤仪仙元，是为了还你教养之恩，并非是显恩图报，也不想因此纠缠你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放心不下你，师兄们也放心不下你。他们接下来1月要去炎天殿护法点燃9星灯。要是你突然走了，他们要分心的。而且燕爽也已经在天宫给你告了假了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好生休息。若你执意要走，那你去哪儿我就便去哪儿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待在这儿。我这段时间会在后山闭关修炼，你有事随时找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阿青为什么这么反常？神色也如此憔悴。